今天我要用花生和秋葵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。15年前来到台湾，第一次吃到豆腐脑的时候，我第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满口都是花生的味道，完全没有豆腐的味道。其实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这道菜叫做豆腐脑。希望大家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解惑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ristin Wong TV， 我是 Kristin 巴勒妈。今天我就要用花生和秋葵来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豆腐脑。准备300克的去皮花生，浸泡5小时左右。这是我已经泡好的去皮花生，已经泡了5小时了。你们知道还没有食用完的生花生和熟花生要如何保存呢？为了维持花生的新鲜度，防止黄曲毒素产生，可以将花生粒放入食用的夹链袋并密封，放入冷冻库保存。这样不仅香味依旧，还增加了脆度哦。但我觉得还是尽早食用完最好，或是像我都是用多少买多少，把杂货店和超市当成自己的仓库，不会在家里囤积太多的干货，这样厨房整理起来也会很轻松，看起来极简，做菜心情也会很好哦。把花生分一半搅拌。准备1800cc 的水，分次加入，分次搅拌。先放一部分进来搅拌，开始搅拌。可以了，打成花生的质地细致，就可以先倒出来。准备一个大的调理碗，还有一个布袋。是过滤豆浆的布袋，把分次打好的花生糊倒进来，先放在旁边。现在来继续打，再把另一部分通通放进来，另一部分的水也加进来搅拌。盖上盖子，准备开始打。可以了，把另一半的花生糊也一起加进来。这样子一起过滤，浓度就会一样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，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。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。沥好了，花生糊过滤起来后，放入75克的再来米粉。40克的地瓜粉，40克的太白粉，把粉类搅拌均匀。搅拌成像这样没有颗粒的状态就可以了。现在准备拿去煮。准备一个深一点的锅子。把花生糊倒入锅内，开小火，把花生糊煮至稠状，要这样子不停的搅拌，免得粘锅底了。豆腐脑一定要用小火，这样子慢慢的搅拌，不然会有焦味哦。你们看，搅拌到现在跟刚刚有不一样了，现在比较浓稠了。再继续搅，搅拌到现在更粘稠了，继续搅拌，让它冒泡。你们看，已经微微冒泡了，表示可以了。关火，把煮好的豆腐脑倒入一个大碗中，这分量可以做2碗。
可以用汤匙把表面铺平。好了，先来蒸一碗，准备一个蒸锅，放入过滤水，盖上盖子，转大火，把水煮滚。水已经滚了，把豆腐脑放进来蒸，盖上盖子，转大火蒸20分钟左右。时间到了，关火，把豆腐脑取出来。豆腐脑蒸熟了，先放在旁边让它放凉。准备5条的秋葵，把秋葵的蒂头切掉，把秋葵切成片状。把秋葵放入盘中，准备半条的红萝卜，把红萝卜削皮，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下来，把红萝卜对半切，再对半切，把红萝卜切成片状，把红萝卜放入盘中，准备半包的红喜菇。剩下的冰箱，把红喜菇的根部切掉，把红喜菇剥散。今天在菜市场买的红喜菇是2包50元，所以这一包是25元。剥好了，把红喜菇放入碗中，放入过滤水清洗一下，冲洗一遍就好了，赶快取出来，免得流失风味了。准备2根玉米笋，把头尾切掉，把玉米笋切成片状，把玉米笋放入盘中，锅内放入适量的橄榄油，润锅子，把红萝卜放进来，把红萝卜炒至变色。红萝卜炒至变色了，表面也是有点微焦了，现在放入玉米笋。还有红喜菇，快速的拌炒。这橄榄油是可以耐高温的，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样子炒的过程很高温。炒至红喜菇有稍微变软了，现在放入秋葵，快速拌炒，大约略炒一下，可以转小火来调味了。1汤匙的酱油从锅边呛入。1/4茶匙的玫瑰盐，1茶匙的白胡椒粉，半茶匙的2砂糖，把调味料炒匀。调味料炒匀了，现在放入过滤水，放入200cc 的过滤水，把酱汁煮开。酱汁未煮至滚了。你们看，我今天放秋葵，它把汤汁都变成有点粘稠状，所以不需要再勾芡了。煮至大滚。就可以关火起锅。入境水熟后，我也渐渐喜欢吃豆腐脑了，软软 Q Q 的，搭配酱汁，很香很好吃。这酱汁可以多煮一点，可以让孩子们淋在饭上。请大家免费订阅我的做菜煮频道，还有我的日常副频道，留言、按赞、分享，追踪我的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。我们下一道料理见，拜拜。